佛祖释迦牟尼呢，有一个说法是他是公元前563年出生的啊，在这个公元前483年呢，这个涅槃，活了80岁。他跟孔子几乎是同时代人。孔子是公元前啊，一般说法是公元前551年生的，然后公元前479年这个去世的，活了73岁。他跟这个佛祖释迦牟尼呢是这个就是前后差不了是几年啊，就是同一时期的人。那么这个时期，全世界的思想家呢，思想都比较活跃，就是距今2500年到20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这5个世纪。那么佛教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它在公元前500多年就诞生了，它逐渐养育成型了以后，就开始东扩啊，大约是在我们的东汉的这个时期呢，进入中国。我们这个洛阳的白马寺呢，是它进入中国的一个第一站吧。今天我们都把它作为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那么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对中国产生过很多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漫长的，至今已经有2000年了。那么它最初的阶段，就是它进入了中国，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在隋唐以前呢，曾经有过非常这个兴旺发达的时期。所以很多词汇，那个词汇有很多词汇是翻译过来的，有的是译音啊，有的呢，比如塔这个音啊，塔啊，浮屠，这都是译音；有的呢是译义，把这个意思译过来。那么这时候呢，它使中国的词汇呢增加了很多。这个词汇呢，更多的呢是双音的，比如呢，我们自己说这个时间。说时间，我们说个时间概念，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世啊，三世、五世、万世师表。我们说千秋万代啊，千载难逢啊，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说，说的比较虚，对不对？我们形容时间短呢，我们今天愿意说什么呢？说一刹那、一瞬间、一闪念，是吧？须臾不能分开，这说的都是世俗的时间。你知道啊，这个世俗的时间中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形容很短的这个时间概念都是从佛教来的。我们刚才讲的刹那、瞬间、闪念啊，包括我们说的须臾，这些词汇全部是宗教词汇，全部是佛教中的词汇。你比如我们今天说个记录啊，说个记录。你比如说短跑记录，世界短跑记录啊，100米的短跑记录，跑得最快的人叫什么？叫博尔特，是吧？这是标准动作是这个，弯弓搭箭啊，9.58秒。如果换成我们今天能够大家理解的时间啊，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弹指啊，弹指一挥间。这个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概念去表达呢，是一个弹指06个瞬间012个刹那，这就是博尔特的世界纪录。那这怎么算的呢？这个佛教中是这么告诉你的，说一刹那就为一念啊。我们现在说的时间最短的就是一刹那间，是吧？或者说一闪念啊，这就是最短的时间。20念啊，20念就是20个刹那呢为一瞬，就是我们说的一瞬间。20瞬呢为一弹指，这一弹指；20弹指为一罗玉，20罗玉为一须臾。我们说须臾不可分开，就在这儿来的。一夜一日啊，一个昼夜有30个须臾。我们今天一昼夜有24个小时，30个须臾，显然一个须臾不敌1小时，是多少呢？是48分钟啊，一个须臾。说须臾不能分开啊！我原来以为这须臾不能分开，顶多是个1分钟、2分钟的事儿，闹了半天还有48分钟。这48分钟能分得很远了。这48分钟是多少秒呢？是2880秒啊！一个须臾你记住了是2880秒。那么一个罗玉是多少呢？1/20了，它就是2.4分钟啊，大概是144秒啊。这个，那么一个罗玉是20个弹指，这个弹指一挥间，这一算就算出来是7.2秒。所以我们刚才说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先有一个弹指就占去了7.2秒，下面就是一瞬啊，一瞬间0.36秒，时间很短了。那么一刹那是多少呢？就是一闪念呢，就是一念是多少呢？是0.018秒，1.8%，非常少。这个后面是到达千分位啊。
我们一般的现在世界纪录都记到百分位，你比如9.58，是吧？以秒来计的话，9.58秒，这是0.018秒。那么你想想，我们今天在形容时间观念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用的是佛教中的语言。但我们其实没有比较过哪个长哪个短，我们也没算过这一弹指一瞬间一刹那之间都什么关系，没有，就是反正很短啊。实际上这里呢，如果我们将来对这个有所了解的话，你在使用当中最短的一定是一刹那啊。其次呢，就是一瞬间，再其次呢是一弹指，剩下须臾什么说不说两可了啊。这些呢都是在几秒钟以下的一个概念，甚至不足1秒。过去啊，这个我们读这个毛主席的诗啊，崇尚井冈山嘛，井冈山是中国的这革命的发源地嘛。说毛主席有一句诗叫“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什么意思呢？38年过去了，就像这个7秒2，只有7秒2啊。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说38年过去了，相当7秒2，那听着就实在太科学了。那么我们说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老说世界，今天说社会呀、世界呀、宇宙啊，说的都是一些概念。那么世界什么概念呢？这都是这个佛教概念啊。世界靠什么去构成呢？靠的是时间和空间。世界的世是时间概念，怎么是时间概念呢？比如我们说我们有这个3世啊，前世、今生、来世，对不对？这叫3世，这是时间概念。界是什么呢？是空间概念，对吧？3界外界啊，我们这里都有边界。世界呢，就是有限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理解是可及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世界，最近老发生动荡啊，世界金融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可及的。我们另外有一个比它大的词汇叫宇宙啊，宇宙也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啊。这个宇宙是什么概念呢？宇是空间概念啊，比如鲁迅先生有诗“心是浩茫连广宇”，广宇非常大啊，空间概念。宙呢是时间概念。那么按照宗教的解释呢，这个宇是无限的空间，宙是古往今来时间的总和。你想想，这听着就比世界大很多。世界是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而宇宙是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这语言的这种感受，如果你知道它的这个根本，你觉得感受就不一样。那我们说的比较小的就是社会，社会是我们自己的词儿，这个事儿还跟佛教没什么关系啊。我们过去设计嘛，中国农耕社会搞设计，祭祀的时候大家汇拢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宋代就有记载了，宋代的时候就是这个做这个礼社，逢节日的时候，这种酬神的活动就叫社会，大家集中在一起，所以逐渐就有了人群的这个社会这个概念，对吧？那我们今天说世界，那你要有什么呢？有世界观，是吧？世界观还有什么呢？人生观，还有什么呢？价值观，这叫什么呢？三观。还叫什么呢？毁三观。所以经常你看到一个事儿，看得很不愉快，说这事儿太毁三观。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个世界观。世界观这个词儿今天不怎么太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天天的教育我们要有正确的世界观。那么世界观跟人生观跟价值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说很难有一刀能切清楚的地方。我们的人生观中包括了很多你对世界的这个观念，世界观中也包含了你的人生很多价值。所以我们的所谓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呢，其实都是一个很接近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总的认知。那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件事，就是我们很多词儿都是从佛教转过来的。比如我们说看破红尘，红尘这词儿其实最早还真跟佛教没关，它出现在《西都赋》啊。他说红尘滚滚是指当时市井的这个景象，是指我们的西都，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西安。
每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我们今天每个人想特别高雅是很难的，你会遇到无尽的烦恼。每个人大有大的烦恼，小有小的烦恼，每个人都有，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没钱人有没钱人的烦恼，烦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就算你有钱，你有的事情你搞不定，你拿钱搞不定，你没钱啊，你没钱，你烦恼就更多。所以我们生活中呢，就很难摆脱世俗的这种煎熬。所以呢，你就要修行。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为什么要有这个修行呢？是因为这个社会不依你个人的意志而转动，不为你一个人设计，所以你在生活中碰到这样那样不顺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经常唉声叹气的跟我说，他看破红尘，他天天跟我说，他终于看破红尘了，什么事都不愿意了，也不愿意挣钱了，也不愿意去奔命去，什么都不愿意了。我说你干嘛去啊？他说一会儿喝酒去。我说你喝酒，您这看破红尘去喝酒。我说喝完酒干嘛呀？喝完酒去歌厅啊。然后他一走，别的人就说他说什么他看破红尘了？他一天到晚红尘滚滚啊，红尘滚滚，喝完酒还去歌厅。然后你问他干嘛去歌厅呢？他说他去修行。他修行是干什么去了？他说看群魔乱舞。群魔乱舞这个词汇呢，就来自于这个佛教啊。佛祖冥想的时候，魔王就率着群魔在他身边捣乱乱舞嘛，看佛祖有没有定力啊，这就是你的修行。如果一个人喝完酒花了钱跑到歌厅到那儿练自个儿的定力去修行啊，去修行的话，能把持住自己的话，那也就算是修行了，能够扛住群魔乱舞对他的诱惑。你能不能把持住自己？把持也是一个宗教词汇啊，那就看你心中能不能做到心无挂碍。今天很多人读《心经》是吧？《心经》中很著名的这句话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不是远离颠倒梦想，是远离了你颠倒的那个梦想啊。每个人的梦想往往都是过大，想得过大啊，包括具体的梦想，比如说，哎呀，我将来要住一房子得多大多大，恨不得是一庄园，这就叫颠倒了你的梦想。那么你怎么能做到无挂碍呢？什么事儿都能放得下呢？难啊，我试过，很难，所以我老有恐怖，就放不下。你放不下，你就有恐怖嘛，你就老怕事儿啊。心无挂碍这事儿说起来很简单，我觉得能做到的人真不多啊。真英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儿是什么呀？叫“臣妾做不到啊”。心无挂碍，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婉意啊，婉意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啊。他说我奶奶有名儿，奶奶呀叫黄木兰啊，黄木兰。结果他把照片一弄出来给我一看，哎呦，大家闺秀，湖南浏阳人啊，当年在长沙去的周南女校，这个学校培养过很多在中民历史上、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女豪杰，有谁啊？向京玉啊，蔡畅、杨开慧啊，丁玲啊，这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老太太啊，一生结过4次婚啊，第一段呢是这个包办婚姻，后来几次呢，就是第2次呢，就是嫁给了我这个朋友的爷爷啊，宛希言。1928年啊，儿子出生呢，就是我这个朋友的爹出生呢，3天，然后老太太的丈夫宛希言呢就被共产党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啊，结果4个月以后就牺牲了。那么后来啊，老太太又先后嫁过2任丈夫，一共有4任丈夫。老太太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太传奇了！你今天听着这都太远的一件事。1926年，距今90年。我想可能中国共产党没有比他再老的党员了。90年啊，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北伐前夕呢，在武汉就投奔革命啊。20岁的时候就已经身居高职，他当时是上海呢，就是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兼机要员。你想机要啊，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人品，没有人让你做机要员。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曾经参加营救过周恩来、关向英等中央领导人。那么老太太在2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在武汉的那个几十万人的这个大游行集会上呢主持会议了。20岁的人，我们今天都不能想象，20岁的人。当然也不能说不能想象，我看大学里有的20岁的孩子都能呱呱呱的，也挺能说的，但是未必能经历过这种腥风血雨。那么后来解放以后，这个50年代以后呢，黄木兰老太太受上海的那个潘阳案的牵涉呢，2次入狱，前后长达17年啊，17年。后来上个世纪80年代被释放啊，释放以后呢，他就找到了邓颖超啊，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帮他平反，最后这个任了上海政府的参事啊，后来93年以后一直移居杭州。老太太人生的事经历太精彩了，到现在算起来还是清朝人啊，人长得漂亮啊，用不着美图秀秀啊。你们现在都是天天美图秀秀，你凡是通过手机发来的照片，基本上都要损去3分啊。那么能做到什么呢？心无挂碍。什么叫心无挂碍？我就问我这朋友，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奶奶都有什么特点？他说我奶奶呀，谁来都高兴，谁走都不惦记，就叫心无挂碍。他说有时候跟老太太说呢，就说奶奶，你说这个松花蛋少吃，说那个胆固醇高。老太太说，我这岁数100多岁了，是吧？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有时候跟老太太说这个奶奶，你说这个厨房那个阿姨打扫的不干净了。老太太说，我都没进去过，我不看那个事儿。她真的是内心能够放下来，把这一生的经历110年到今年110年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在心中不那么沉重的挂着，她才能活到今天。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你想想啊，经历过这个北伐啊，这个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又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入狱17年，什么人经过这样的劫难能够活到今天？太难了，所以一定要做到心无挂碍。那我今天说也是白说啊。不仅你们听着也是白听，我说着好像也是白说。你让我彻底做到心无挂碍，我目前还不行，很多事都要惦记着，起码我要惦记着每个月把节目做出来，准时能播放出去。播放不出去，网上就是说你怎么不播呀，对不对？你惦记，我也惦记，这就叫心有挂碍。那我们很多词儿啊，比如说欲火焚身坠入爱河，你听这词儿多煽情啊，是吧？这都是来自于佛教，这词儿都是欲火。啊，爱河，这都是从佛教中来的。苏东坡就有诗说：“欲平苦海浪，先干爱河水。”啊，所以呢，你想想，你如果啊欲火焚身之后坠入爱河呢，那就是万劫不复啊，万劫不复。这些都是跟这个佛教相关的词汇。我们今天说话中啊，有时候你不太注意啊，你稍微一注意，你就知道这些词汇都是宗教带给我们的语言带来的营养。比如醍醐灌顶，说这事儿，哎呦，我突然醍醐的灌顶，一下就明白了。醍醐是什么呀？醍醐是在牛奶中反复提炼出来那个最甘美的食品，在佛教中比喻无上的啊美味。这个最近啊，上海有一个日本来过一个醍醐寺的展览，这个展览在上海展完以后会挪到西安去展。醍醐寺啊，这个醍醐2个字就是从佛教中来的。醍醐寺这些重宝头一次出国，头一次出日本就到了中国来展出啊，这在醍醐寺的几百年历史上的第一遭啊。我们生活中呢，这个很需要懂得一些道理啊，就是常说的话叫大彻大悟。我们有时候不能彻悟啊，大彻大悟也是这个佛教给我们带来的词汇。我们有时候有点觉悟啊，觉悟也是觉悟啊、智慧啊，这些词儿都是这个佛教词汇。我们的觉悟首先要要求自觉，自觉是你生活中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你这事儿怎么那么不自觉呀，对吧？自己不觉悟到，所以自觉是人生修行中非常重要的一关。所以我们就提倡自觉。没有人的情况下，我独处的时候，我能不能静下心来想我今天干的事儿是不是能对得住我自己？
我们经常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事儿，啊，我见过很多天天修行的人，做事的时候非常的自私，这个很不理解。你要修行，你一定要出于公心。我就要求自己啊，就是凡事一定要出于公心，站在公中间这个角度去想，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所以这就是一个修行，修行一定是需要时间。你没有年龄，你修行起来确实比较费劲。我有时候回过头想，我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乃至40年前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啊，越年轻越不懂事儿。我也不能说我越老就越懂事儿啊，好像我自我表扬。但是你确实跟年龄有关。当你活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看待这个世界跟你年轻的时候是确实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了浮世这样一个词儿。虚浮的虚浮的这样一个世界，这是佛教的概念。他认为你看到这些很具体的世界，并不是很具体，是很虚浮的、漂浮不定的。所以“浮世”这个词儿被日本人引去呢，就做了一种绘画的表述，叫浮世绘。那么浮世本来是佛教的用语，它指人生轮回和人世的这种虚无缥缈。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说这个人世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们从内心要知道，你追求的那些东西，那些虚名那些好像很实在的利，对于你的一生在你用的时候可能很重要，但是对你的，当你明白的时候，或者说你接近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事儿不过是这个空繁华一场而已。观复猫向你推荐西伯利亚森林猫出演的好莱坞电影《9条命》。9月9号，大家随我前往电影院观赏电影《9条命》。观复猫，揭秘观复秀，这字儿你们想明白了吗？这是一什么字儿？再看看，再好好想想，这什么字儿？这是个龙字儿，看出来了吧？龙，草书龙就是龙啊。我们不是拿你开涮，我确实就认得它是个龙字儿。这上面还有一字儿这字儿呢在上面看的不太清楚我找个清楚的给你们看，转过来，什么字儿？火字儿，对不对？火焰的火就是一个象形的字，这就是我们的象形文字。这是一个五彩的盘子五彩的盘子呢是这个康熙时期的。我们讲过，康熙时期的龙最为凶猛。你看这个龙多么凶猛，身子拧动非常有力量。这个形象根本无需改造，直接把它描绘下来进了动画片就可以了，就表明了中国龙的那种神态身子的这个肌肉感这个鹰爪的这个力度这个两个眼睛的这个怒目圆睁，两个鹿角直杵入天你看这种感受。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图腾这个唐宋以后逐渐越来越成型，尤其元以后跟我们今天认知的龙呢就十分接近了。早期的龙呢接近于兽，晚期的龙呢更接近于龙，这就是龙的演变过程。这块盘子底足可以看一个专业的，这就叫双圈底记住了，这是康熙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底足，背后有2条龙，一条黄一条绿中间一条紫，这3色呢也是五彩中最愿意表达的颜色。一个正面龙完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草书的龙字，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图像理解象形文字。这是我们的观复猫马都督跟我一名我们观复猫到现在有20多只了。观复博物馆给这些流浪猫或弃养的猫搭建了猫办公室和猫别墅，聘请他们呢当猫馆长，他也当不当，他走了。还把观复猫的形象做成漫画，让他们讲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物，让孩子们更能接受。每周1、3、5，我们的漫画在微博、微信上更新，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观看。宗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宗教它是有力量的，因为它主要是给你精神上一个慰藉。所以猴子据说是马的守护神。你看孙悟空就是一弼马温嘛，就是马的守护神。过去认为在马厩里养个猴子就能留住马，而且使马呢这个不得
外来的侵扰。什么叫外来的侵扰呢？比如有人来偷马，猴子警觉呀，猴子一看您就是生人骚的，哇啦一顿乱叫，这人就不敢偷这猴，不敢偷这马了，不是不敢偷这猴。所以呢，猴戏过去在祭祀的时候也经常用，就带有了一定的宗教色彩。后来，因为猴子非常容易取悦于百姓啊，它就作为小商小贩的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比如我印象中，过去啊，走在这个田间乡下，小商小贩的有些人随身就带着一猴啊，这种游商带一个猴呢，容易招来孩子，招来大人看来，顺便做个小生意。那么后来的这个马戏团里啊，猴的表演是最主要的表演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些卖药的、这个练摊儿搞武术的，都有经常伴随着猴、养猴、驯猴、耍猴这个行业。我小时候啊，看的那个最初的耍猴啊，那真叫杂耍，那猴穿的衣服都特别搞笑。中国古代呢，对猴的描述呢有多种啊。猴呢，在我们的文化中呢，好像含义不是太好。比如说这人尖嘴猴腮的啊，什么猴了吧唧的，都不是太正面的描述。在古代，对于猴的描述很多，我们了解的最多的，或者说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孙悟空了，美猴王啊。那么，比如清代有一本书叫《杏林集》啊，它里头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这事儿很有意思。有一个山沟子里啊，住着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早年呢，老伴儿就去世了，去世了呢，就一个女儿呢，就是远嫁他乡了啊。后来有个打猎的人呢，看见老头呢，觉得老头一个人啊，孤寡一人，觉得很可怜。然后呢，这打猎的人呢，就送了他一小猴，啊，说这猴跟你相伴。我们今天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团体，我们天天就是烦这人多。可当你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的时候，就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猴的这种情感沟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老头呢，就爱这猴如自个儿的儿子。出门的时候啊，猴就跟着他啊，也不用拴着他，也不用捆着他，就是你跟我跟着走吧，就当自个儿的儿子。5年呢，不离不弃啊。这么一日子一过就是5年。5年以后，突然有这么一天呢，老头呢就突然去世啊。去世了以后呢，这猴呢就把门关上了，以后呢就撒腿啊就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这个老头的女儿家，然后一进门呢，泪如雨下。然后这女儿就问他说：“是不是我爹去世了？”这猴呢就点头啊，是这么回事。然后就带着这女儿回到家里。这女儿呢到家里一看啊，说这个爹这个家呢家徒四壁啊，这穷得叮当响，没法安葬老爹。这猴呢就痛哭于周圈的各个乡里乡亲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就集资帮他把他爹埋葬。这个女儿呢，老头的女儿就跟他说呢，就跟猴说你呀，跟我一块走吧。这猴呢说不出话来，猴哪会说话，只好就作揖啊，作揖就谢之。你这猴很会作揖的，我们看那个耍猴的表演，猴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仍在那儿老守故宅啊，就是一直在那儿守着。自个儿呢出去摘果实啊，因为猴它比人容易养啊，它不需要你吃的这东西，它什么都能吃，自个儿摘个野果啊，弄个树叶都吃着。逢5天就哭一回，逢5天大哭一回，祭祀呢他这个养父吧。那么有人认为他这猴是有时间观念的啊，说养了他5年，所以他每5天就哭一回啊，每回哭得非常的悲伤。3个月以后啊，这猴呢就卧在老头的坟前就去世了，死了。那周村的人呢就特别可怜他，就把他埋葬在老头旁边啊，立一块碑。中国古人过去啊，人死了立一块碑，上面写着一猴之墓。这个故事就在于清代的史籍啊，清代的这个书上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传达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真伪，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老说历史没有真相啊，我们不知道这事儿是真伪，但是它在传达一个义，一个义字，这是义父。
尽管它跟猴之间这个血脉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之间有感情的这层关系。所以猴在他的义父去世以后，守住他义父的这块故土，陪他一块儿下葬。这个故事是清代人写的啊，讲的是猴有义，有情有义。那么猴站在人类的角度啊，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到，它有很多缺点，比如不稳重了，对吧？猴子不稳重呢，猴精的啊，很鬼啊，多疑呀，这些都是它的缺点。那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看猴。你如果站在猴的角度看人，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缺点比它更多，对不对？你觉得他胆小是个缺点，是因为他在你的环境中他胆小警觉。你要到他的环境中，比如说你跟着猴去了亚马逊的雨林，你看是你胆小还是他胆小？我们有关猴的成语呢，大家比较熟的叫杀鸡儆猴啊，杀鸡给猴看。据说啊，这个猴子恐惧鲜血啊，所以就用此来训练它，教训猴子，让猴子表演。猴子不配合怎么办呢？拉出一公鸡来啊，咔嚓就一刀啊！一看这公鸡死了，断气了，猴子一看就害怕了，所以呢，这猴子啊就开始配合人训练。显然这猴子不是老炮，要是老炮就甭跟我来这套。杀鸡给猴看呢，是我们生活中啊经常应用的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成语啊，现在说的不多，书面语很书面，叫沐猴而冠。什么叫沐猴而冠呢？不是说把这猴子洗干净了，沐不是沐浴的意思啊，就是一猴啊。而冠呢是戴上一帽子。我小时候理解这成语就是把猴子洗干净了，戴上一帽子去装人。后来说这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沐猴而冠呢，沐猴就是个猴，戴上一帽子装人啊，比喻徒有其表啊。沐猴而冠啊，这成语啊，出自于这个《史记》啊，《项羽本纪》。《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啊，是说这个有说客啊来说跟项羽说啊，就是说这关中地区呢，这个四边都是要塞啊，这地也非常的肥沃，就是易守嘛，要塞就是易守嘛，地也肥沃，说你就可以在这儿称霸了，称王称霸。项羽啊，听了这话呢就不以为然，说秦宫烧的这个都已经烧成破烂了，这阿房宫烧成这德行了，我没心思在这儿待，我还是想回老家。他说这个我这发了财啊，富贵不归故乡呢，就如同啊穿着漂亮的衣服晚上行走，那谁看得见谁知道啊？所以一定要衣锦还乡。这说客呢就说，背后就说人家都说这楚人呐就是一个猴戴上个帽子，是个土鳖啊。说果不其然，他就是个土鳖。这话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说了什么呢？项羽说，把这人给我油炸了啊！所以轻易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我们还有个成语啊，跟这个有关，这成语叫什么呢？叫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啊。这句成语最一开始叫游击射猴，你听着有点古怪啊，就是百发百中的意思。我们博物馆啊有一门窗馆，这门窗馆呢有一套12片，这12片中间的这个腰板中呢是12生肖。这每个12生肖，古代那人有意思，他不是专门把你那个猴鸡狗猪的都雕在上面，而是把它相应的故事雕在上面。那么猴的故事呢，就是这游击射猴。这故事春秋时期就有了，到了东晋时期开始建筑无文字，《搜神记》嘛。那么它上面怎么记载的呢？它记载是这个楚王啊，去这个游园啊，游园看见那有一猴啊，看见一猴呢，这王呢就是拿生命不当生命，就令底下的那人呢去射他，拿箭射他。底下的这些人呢，就是还是让那些射箭比较好的人去射他。这箭呢就蹭蹭蹭蹭的射，这猴呢就特高兴，随便就扒拉这箭，你根本就射不着我啊！这猴呢犯了他自个儿生命中的第二个缺点，叫嘚瑟。猴特别爱嘚瑟。这时候楚王一看不行了呢，就命令养由基啊，养由基是春秋时期的养国人啊，此人射箭非常准，百发百中啊，百步穿杨啊。俗称养一箭，一箭就可以制胜。
那么楚王一命令养由基射箭，这养由基呢直接俯攻的时候，那猴一下就衰了，抱着树呢就哭上了啊！一想这完了，所以呢，这就是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这个词的来历。生活中今天还说一个词儿说的比较多啊，成语叫朝三暮四，这事儿也跟猴有关啊。朝三暮四呢，本身说的是一种诈术，骗人嘛。过去养猴嘛，养猴说早上给你栗子啊，因为吃的越来越少，所以就跟猴得商量啊，就说我早上给你3个，晚上给你4个，行不行？这猴就不干，胡闹，然后说那好，我早上给你4个，晚上给你仨，行不行？这猴一听高兴了啊，这就是朝三暮四的这个原始含义，说明的是一种诈术。后来呢，我们今天生活中经常被引申为朝秦暮楚的意思，就说的是好像变化多端啊，这个飘忽不定的意思。诈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看，我们说朝三暮四啊，早上给3个，晚上给4个，翻过来早上给4个，晚上给3个，你就高兴了。这就是利用诈术骗人。你知道过去啊，我们在菜市场就碰见过用这种简单诈术骗人。一老乡啊，从乡下贩来一车大葱，搁到菜市场。过去菜市场自由市场直接堆地上，堆得跟小山似的。来一人说：“您这葱多少钱一斤呢？”说1块钱一斤。说那我包圆了啊，我包圆，但是呢得麻烦您帮我切一刀，就是您把这葱啊给切开，葱白和葱叶分开，葱白7毛钱一斤，葱叶3毛钱一斤，1块钱一斤。说我全包圆。过来那人一听说碰见大户了，把这葱咔嚓咔嚓全切了，一腰完了以后1点钱回家了。回家以后就觉得不对，说我这个葱哈，我在家里腰着不是这分量，它怎么去了就少了一半？抽水也不能抽一半啊！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一个诈术，这个诈术你自己去琢磨。我告诉你，他把2斤变成了1斤。这个我们生活中等不到的事儿，或者盼不到的事儿，或者办不成的事儿，经常用一个词儿叫猴年马月。说您这事儿什么猴年马月呀？就是说这事儿根本就办不到。